酷泰克6号迷你充电器不是靠噱头赢，而是靠电路架构和工程成熟度赢。它把6号系列一贯的小巧延续下来，也把兼容性、输出稳定性和内部的做工拉到了一个很高的完成度。放在现在迷你多口充电器里面，它确实是那种很容易让你长期留下来使用的产品。各位大家好啊！一颗迷你充电器最容易翻车的其实不是能不能充电快，而是小体积下会不会飘，会不会抖，热了会不会乱掉档。而这颗酷泰克6号迷你充电器，它的测试表现偏偏是又稳还很省心。今天这期拆解篇，我们就来追寻电路真相，它的电源架构是怎么排布，关键器件怎么选，滤波和散热怎么取舍，保护阈值又是怎么定的？别走开，这台小钢炮的工程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始拆解。这一根6安的编织 CC 线，我们前面做过拆解的啊，这一期我们就不拆它了，我们直接对这个充电器本体做拆解。还是老话，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。我本来是想把它撬开的，结果是撬不开啊，超声波焊接焊得非常的牢。我们把切割机拿来，直接把它切掉。里面的胶灌的是满满当当的，导热胶全部填满，看来想把它拿出来还有点不容易啊。我们直接把盖子切完。这个壳体的材料用的非常的厚，还有陶瓷隔热棉，变压器部分也有一张隔热棉。我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胶清理一下啊。别看它个头不大啊，清理出来的胶不少。这就是内部主板的样子啊。这么小的空间，一共堆了5片 PCB， 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。交流输出端是通过触片连接在插座上面的，插座盖板用3颗螺丝进行固定。挑开盖板部分，这个内部也是被散热胶灌满了的。折叠插脚部分，看这个光泽度是镀过裂的。还是老规矩啊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外壳拆开之后，这台酷泰克6号 mini 的内部思路其实很有代表性，它是围绕着小体积、高兼容和稳定输出这3个目标，在结构、电源和输出控制上做了一整套系统平衡。从充电器的内部布局来看，这台机器的集成度非常高，板子堆叠紧凑，功能分区也比较明确。它的设计重点并不是做小，而是在做小的前提下，尽量把使用体验稳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前面测试里兼容性表现比较完整，实际充电曲线也可以跑得很顺，文波观感也很干净。因为这类产品真正难的，从来不是把参数写高，而是把不同设备、不同协议、不同负载状态下的表现，尽量调到一个统一的水准。所以后面我们就按照电路架构往下讲，看看这台小钢炮到底是怎么把这套平衡做出来的。交流电进来以后，先用深圳旭成电子的 3.15 安250伏慢熔保险丝做过流保护，异常大电流时熔断切断输入。旭成电子2002年成立，生产经营保险丝、温空气等电子元器件。旁边是一颗小型共膜电感，配合汕头松田电子 0.22 微法 X2 安规电容，先把电网侧的共膜和插膜干扰做一轮抑制。松田电子2012年成立，主营陶瓷电容、薄膜电容和压密电阻等。绿色 NTC 热敏电阻，负责限制上电浪涌。整流部分用了2颗深圳沃尔德实业出品的贴片式整流桥，规格是3安1000伏，把交流变成高压直流。沃尔德实业2010年成立，专注半导体分离器件研发、设计、销售。1颗插膜电感和5颗香港东家电子 KRM 系列400伏高压电解，5颗电容总容量 82.4 微法，做母线储能和文波滤波。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，核心业务就是铝电解电容研发制造。主控芯片是上海蓝星科技 SC3057B， 一颗集成650伏氮化镓的高频准谐振反击芯片，负责把高压直流切成高频能量，经过变压器完成隔离降压。外围配了 RCD 尖峰吸收，用来前置漏感尖峰，保护主控芯片。
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是一家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。充电器的主变压器底部有2个硅胶衬底，次级输出端正极部分还套了一颗小磁环，兼顾绝缘、EMI 和高频噪声控制。跨出字级安全隔离，用的是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470匹法安规外电容，给供膜干扰提供泄放回路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。一颗431基准芯片，加上一颗台湾亿光电子出品的 EL1019 光电耦合器组成闭环反馈，适时校准输出电压。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，是全球 LED 封装领域的核心企业之一。这一整段前期电路的任务就是一句话：把输入端的干扰压住，把主功率平台搭稳，把后级3口输出需要的基础打牢。再看次级整流和3口输出部分，变压器次级电流出来以后，先由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3503 同步整流控制器，驱动深圳微兆半导体出品的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，型号为 040N10MG， 把传统2极管整流换成低损耗的 MOS 管整流，目的就是低损耗，减少发热。微兆半导体2012年成立，专注 MOSFET、IGBT 等功率器件。3颗香港东江电子 KS 系列固态电容，总容量1340微法，把整流后的脉动电压进一步压平，这也是这台机器文波能做得干净的重要基础。3个充电口协议控制部分用的是深圳天德裕科技出品的 TD6628 协议芯片，负责识别不同设备的快充协议，分配端口逻辑，并协调输出电压。天德裕2010年成立，专注移动智能终端领域芯片研发和设计。真正把电压电流精细调出来的是2路无锡新唐微电子出品的 NDP1415 降压控制芯片，一共用了2颗。新唐微2015年成立，专注电源管理类芯片研发和销售。2颗降压控制芯片分别驱动4颗深圳微兆半导体的 VS3618BE 半桥 NMOS， 配合2颗降压电感，把前级给出的中间母线电压进一步降成各个端口需要的 PD-PBS 和私有协议快充电压。降压电感的原理就是储能加蓄流，把开关脉冲电流变成更平顺的直流输出。端口管理部分 ，C1 和 C2 口 V-Bus 开关管各用1颗微兆半导体的 VS3618BE 开关管， A 口则是用的重庆万国半导体的 CQY21357做输出通端控制。这些开关管的作用就是端口隔离、拔插识别、过流保护和多口功率切换。可以看到3颗白色的 R2005 贴片采样电阻，负责把电流转换成检测信号，送回控制系统，实现适时限流和动态调度。这一段后级电路真正解决的不是能不能出电，而是不同协议怎么握手，不同设备怎么稳压，多口拔插时怎么不断连，怎么把文波和发热一起压在合理范围内。这也是前面测试里兼容性完整、曲线标准、输出又稳又干净的根本原因啊！兄弟们，看到这里，这台酷耐克6号迷你充电器的电路优缺点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。优点第一，它最大的长处是整套电路方案的目标非常统一，就是在尽量小的体积里把兼容性、稳定性和日常体验一起做好。前级把基础平台搭稳，后级再用独立降压去做多口和多协议调度。这种架构的好处就是不同设备插上去，输出更容易稳，实际充电曲线也更容易跑得顺。优点第二，它的输出完成度确实很高，同步整流、后级滤波、端口控制这些部分没有走简化路线，所以你测试看到的实际表现不只是能握手，而是握得稳、跑得顺、文波也干净。这类充电器真正值钱的地方不是参数表写的有多高，而是拿到手后不挑设备不容易出幺蛾子。优点3是它的做工和热管理比较下本，加厚的壳体5块 PCB 堆叠，散热硅胶全灌封，再加上隔热材料，说明它不是单纯把电路塞进小壳子里，而是在这个小体积的前提下，把机械稳定、绝缘安全和热路径管理一起补上了。当然，它也不是没有边界。首先，转换效率不是这台充电器最激进的卖点，它明显更偏向兼容性和稳定性优先，还有长时间满载连续输出，热保护边界也是存在的，所以它更适合真实的手机快充场景，不适合拿来长期满载当小型电源用。所以综合来看，这台机器的优点很明确，缺点也不算硬伤。它不是一台卷单向功率极限的充电器，而是一台把小巧、全兼容、省心体验做得很成熟的迷你充电器。到这里啊，
这台酷派克6号 mini 充电器的测试和拆解我们全部都做完了，我先给它一个整体评价，这就是一台目标非常明确、完成度也很高的迷你充电器。测试篇它让我最认可的地方不是能不能握手，而是握手之后跑得顺不顺、稳不稳，4部手机都能跑出标准曲线，这说明它对不同协议、不同设备的适配逻辑是在线的。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，这种价值其实比单独追一个高功率数字更实在，拿到手插上就能快充。拆解篇，这台机器内部也不是简单堆料，而是很典型的系统化思路，前级把基础平台搭稳，后级把多壳输出和协议调度理顺，再配上后壳体、5块板堆叠、全灌风、隔热处理，把小体积最难搞的稳定性、绝缘安全和热管理一起补上。你能感觉到它是真想把长期用起来省心这件事做好。当然，效率不是它最激进的卖点，长时间满载连续输出也有明确的热保护逻辑，这2个点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工程取舍，因为它的任务是做一颗随身带着走、设备随身插、体验还稳定的小钢炮。所以这期最终的结论也很直接，酷派克6号迷你充电器不是靠噱头赢，而是靠电路架构和工程成熟度赢。它把6号系列一贯的小巧延续下来，也把兼容性、输出稳定性和内部的做工拉到了一个很高的完成度。放在现在迷你多口充电器里面，它确实是那种很容易让你长期留下来使用的产品。如果你想要的是一颗小巧省心、基本不挑设备的随身多口迷你充电器，这台酷派克6号迷你充电器是可以放心入手的。测试为了了解，猜社会真相，认真测摘，客观输出。我是力火车摘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